真漂亮。因为我们家祖上3代都是裁缝，后来因为我爷爷生了一场大病，才回家种地。这个是我奶奶的手艺。舒文，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我想把裁缝店重新再开起来，在织女镇上做一个服装厂老板。可以啊。向来巾帼甘心受，何必将军是丈夫？看来我们织女镇全部都是像小何这样的女将当先。祝你成功。但是这镇上3天2头闹火灾，最害怕的就是我们这些打工的。可是搬出去住又会影响工作进度，毕竟谁也不想少挣钱啊。唉，孙老板他这个人虽然说很精明，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作坊一停工，大单子跑掉，我们所有人都得休息，所以现在每个人都很不安，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接到活。其实小何这么做呢，主要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，所以他才会在消防管理上这么严格，因为他不想再看见出人命了。但是我相信，目前这种两难的处境不会持续很久的，问题一定会解决，你的梦想也一定会实现。消防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“防”字。给镇上所有的企业和居民多发一些宣传资料，检查他们的消防设施，从思想观念上帮助他们提高，这才叫防患于未然。措施跟不上，光靠宣传教育能从根本上解决防火的问题吗？夏正阳老镇长告诉过我，这几10年来对消防的宣传教育就没有间断过，可为什么还频频发生火灾呢？我认为还是措施跟不上，不敢动产值产量 GDP 这块奶酪。当然了，我不是不要产值和产量，更不是不要 GDP， 我是不想再看到我们镇上的务工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。小何镇长，我这里有一份情况调查分析。由于你亲自带人给那些消防设施不达标的企业下发了整改通知书，并且让他们停业整顿，尤其是要求那些3合1厂房的企业关闭他们的职工宿舍。现在全镇已经有将近970多家的企业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这近1000家企业开不了工，他们上门来闹事怎么办？我们按一家企业20来人算吧，近1000家企业就是2万多人。小何镇长，当面对2万多人的场面的时候，你能扛得住吗？这近1000家企业的员工和企业主不会不知道我们这么做是为他们好吧？如果有这样一个前提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会集结2万人上政府来闹事。万一来闹呢？我是受镇党委和镇政府的委托来管理这项工作，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挡着。小何镇长，我完全不怀疑你有这个能力面对几万人的场面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这里不是运动场，也不是游泳馆，你面对的不是那些欢呼雀跃的观众，这里是全国童装企业的半壁江山，是40万外来劳动大军的集中地。一旦经济受挫，劳动者们拿不到他们的劳动报酬，他们会怎么样？那时候他们面对你不是为你鼓掌欢呼，而是拍巴掌抗议。我们可以再把工作做得细一些，措施落实得更具体。我相信群众有再大的意见和不愉快都会慢慢消除的。镇长，请您多给我一些时间好不好？小何，你呢是我非常尊敬的同事。哎，咱们撇开我们职务上的关系，论年龄我是你大哥吧？你能不能听大哥一句话？当然，您说。
你是真不知道镇上的那些企业的小老板们对你的意见有多大。妈，您这风湿病也不见好，我给您贴上这膏药啊，但是呢，只能是缓解一下疼痛，不能治本。您就应该在家多休息休息。不行不行，我只要和三妹摆上摊儿，我就不觉得疼，在家越待越疼。你就别去摆摊儿了，这天天跑来跑去的，这腿怎么能好呢？那不行呀，以前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，现在天天得去。您又不愁吃不愁穿的，干嘛那么辛苦啊？你不知道呀，现在摆个摊儿多难呐，1天不去就被别人占上了，都在抢摊位呀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算出来没有？还差多少？还差1000手。1000手，那就是4、5千件呢。后天就交货，这怎么赶得出来啊？现在是缝纫机也不够，人手也不够，招工的比往年多了1倍，生意上翻了3番。唉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了。那就只有让工人干通宵喽。那不行，这要活的老板对质量看得特别重，疲劳作业肯定是要出事的，返工更消耗时间。再说了，除了这一单子，大大小小的单子加起来还有3000手要赶。老孙呢，我是看明白了，咱们2个是有命赚没命花呀。要不这样，咱们把这些单子转出去一部分，你看行吗？转出去？你疯掉了！我们怎么能看着眼睁睁到手的鸭子飞掉了？不行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日夜加班不停工。小何那这就是所有的摆摊名单。哎呀，累死了！现在这个市场摆摊的人太多了，尤其我们今天去的这里，必须加，马上加摊位。这么多呀？这都是为了生计吗？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啊？这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像山妹那样，小部分的就像你妈那样。您的意思是说，大部分人摆摊儿都是因为生活需要，那小部分人摆摊儿呢，那就跟我妈一样，不能让自己闲着。你看看你妈整天都干什么？就爱到人多的地方去转一转。为了给大家证明一下，我还健健康康的活在这个世上。好，齐阿姨，您说的我都明白了。这摊位的事吧，我回去好好想想。好啊。哎，你看，我刚刚收到一个群消息，孙阿玲的童装厂要招夜班工了。孙老板可能是有急单，晚上还要开夜班，一晚上10小时，1000块呢。他们要招多少人？群里说人越多越好。哎，要不然咱们几个一起把这份外快给赚了吧？徐副镇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今天让你替班跟我一起巡夜啊。听说你本来今天是要去看电影的啊，哎，没关系，这电影今天不看，明天也能看。再说了，这巡夜挺好的，就当散步锻炼身体了。
哎，黑哥，算了，我跟你怎么说也说不清楚了。站住！你听不进去怎么？情况明明就这么摆着嘛。什么摆？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你花钱了，你自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吵什么呢？有话好好说。哎呦，嗨，好，两位镇长来了，二位给我们评评这个理啊。他为了干活，花1000块钱10个小时，把我的工人挖走了，干一宿。第二天我的工人怎么干活？我的产品质量怎么保证？全在厂里睡觉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这叫挖我的墙角。嘿，曹金海，你要讲清楚，我哪里有挖你的墙角啊？嘿，我只是在这个广告圈里面发一个广告而已。具体的，你说从哪个场地里来的，跟我有半毛钱的关系啊？孙阿林，你这样做严重破坏了我们织女镇的规矩，你懂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也就是今年，搁着前2年，你这个厂子就让我给砸了。哎呀，笑话！我看谁有这个胆子，你砸一个试试。我今天就砸给你看看。我就不信你有这个胆子。别动不动就喊打喊砸的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做任何事情你们都要想好后果啊。你们2个人的矛盾我都听明白了啊。这种竞争方式在我看来确实是欠妥当。用砸钱的办法，今天你砸1010小时，明天他砸2010小时，这不是把镇上的商业模式给废了吗？哎，你听见了吗？孙老板，你确实破坏了行规啊！是我破坏了行规，那全是托你曲阜镇长的福啊！孙阿林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那你让我怎么说话啊？你说完全是因为他曲阜镇长搞什么防火整顿，让工人们强行的搬出去，使他们无功可上。嘿，我才破了行规的。你以为我多花1个奖金请人，我乐意我？那你就别接那么多单子，量力而行。你说你为了挣钱，连规矩都不讲，什么安全底线你都敢破，这合适吗？你说你挣钱为什么啊？不就为了过顺心的日子吗？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过的，你舒心吗？再说了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？都已经过了午夜0点了，每天工人白班夜班连轴转，这叫疲劳作业啊！你说那样生产出来的童装，那质量能合格吗？你们2家童装厂是织女镇的老企业，完全可以用合作共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为什么不合着2家的人力物力一起来把这个订单及时完成呢？这跟你这种不三不四、不仁不义的人，我永远不合作。跟你这无赖，我就无话可讲。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真没有想到一个消防整治留下这么多后遗症。这个呀，不是后遗症，是阶段性调整引发的阵痛。如果治理成功了啊，那么这个阵痛就能消除。3合1厂房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，我们在治理3合1厂房的问题上一定要落到实处。对啊，我们得抓紧时间。不过呢，这个订单完不成又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这儿。不过像刚才那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，不然的话又打又闹的，我们基层治理会越来越难。曲副镇长啊，说到底，这3合1的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，那么一切就都解决不了。走吧，我们再去那边看看。镇长，你找我啊？啊，小何站长，后天你去市里报道，参加一个干部培训。后天我去市里培训。你的职位很重要，市里呢对你有特别重视，让你参加培训，加强学习，为今后的工作打好基础。可是消防整治的事情还在进行中，这个时候我去培训合适吗？哎，要不然我跟市委说明一下情况，下次有机会再去吧。小何同志，这是组织的决定。哦，我服从组织安排，谢谢镇长。佳明，
我妈的药膏快用完了，我在网上已经给她订了，应该这2天到，到时候你送一套。知道了，这件事儿从昨天晚上收拾行李到现在，你交代了3次了。有吗？有啊。你怎么了？恍恍惚惚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镇上消防检查的事情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事儿。你这个人呢，就这毛病，心太重，一有什么事儿就放不下，有的时候不能这么轴。当时你喜欢我，不就是喜欢这股轴劲儿吗？怎么了？现在成毛病了？不是那意思，不是毛病，我是怕你去了那儿又担心消防检查的事儿，然后这边顾不上，学习也学不好。啊，对了，哎呀，我忘带我的膏药了。你看看你，我真是不想说你了，就想着妈的膏药，自己膏药忘了。行吧，行吧，我回家拿了，然后给你快递。哎，小徐，这顿饭啊，咱们就不 AA 了。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，我想借着这顿饭给你道个歉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本来这次市里的干部培训名额，按理应该轮到了你徐副镇长，但是我思来想去，还是建议把这个机会给小何。镇长，您多虑了，我这一大摊子工作呢，忙得很。您真把这名额给我了，那恐怕我也脱不开身呐。来，你知道我这么做的原因吗？小何啊，年轻，没什么工作经验，织女镇的童装产业发展了30多年，那可都是老镇长和我们这代人，上刀山下火海打拼出来的。小何虽然说也是织女镇的人，他毕竟从小就离开了这里。从他担任副镇长以后，我观察下来，我觉得他对织女镇没有保护的感情，只有改造的激情。我担心呢，织女镇的经济发展工作会不会在你们这代人手里面，他就走了弯路？镇长啊，您这番话呢，我确实很赞同。最开始我也很赞同曲副镇长的消防整改，但是看到现在的织女镇经济如此萧条，我真的是非常心痛。我对自己当初支持整改有些动摇。我认为，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啊，什么是我们的立身之本？那就是发展经济 ，GDP 是我们的重要任务。如果经济发展不上去，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从何谈起？跟你说句实话吧，我担心当我们这代人交了班之后，这个织女镇的经济发展，它可能就会有所下降。镇长，您的意思我懂。我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您对我的悉心栽培。您的眼界和格局啊，都是我自愧不如的。以后如果我在工作中有什么疏忽和不妥的地方，您多提点啊，互相学习。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传阳啊，你不做毛笔了？我以为你眼睛不行了，要疏山了，没想到你才画这个呀。哎，我的眼睛是不行了，所以我要趁着我的眼睛还好使啊，赶快了却我的一件心愿呐。你这可是不务正业。哎，老夏，这此言差矣啊！我们王家啊，祖辈上就是刻字、印书、办书，一条书船从家门口的这个埠头摇出去啊，既可到京津，又可到川蜀啊。可是到了我的上一辈啊，书船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。我要趁我还活着，把这个书船的历史记下来，要给世人留下一份书船航行图，也算是为我祖上留住了一份荣耀啊！再说呀，这才是我王传颖如今的正业。哎呀，传阳，你这个心愿呀，我真是佩服。哎，
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说话，我帮你完成这个心愿。好。那今天晚上我去接你下班吧。不用了，我应该工作到挺晚的。没事，我今天下班早，而且我在家待着也是待着。再说了，你晚上自己一个人走夜路也挺黑的，不安全。那好吧，晚上见。晚上见。我走了。王叔，干嘛？大白天神出鬼没的。我买了2张电影票，晚上看电影去。我今天晚上没空。哎，明天呢？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啊。孙经理，你怎么又把这拆掉的宝龙装回去了呀？这是我的企业，你管得着吗？这里有规定，为了员工安全，不能用宝龙把生产车间封起来，你这样是违规的呀！你懂得什么叫违规呀？哼，还志愿者，你倒是志愿了，你得问问人家乐意不乐意啊。行了，别管那么多闲事了。我劝你，你不听是吧？你等着，你走吧，走吧，你等着。走。齐主任，快乐童装厂又用宝龙把生产车间给封起来了。小陈，你在这盯着，我和小刘去一趟。孙阿姨，哎呦，哦，当心当心！敬爱的齐主任，来坐下来喝点茶。孙老板，你很拎不清的，你的困难镇政府给你解决了，那么镇政府的命令，你为什么要置若罔闻呢？哎呦，我求求您了，齐大主任，您能不能少管点闲事啊？郑镇长都说了，企业的事情就要企业自己解决。您可好，一个退了休的干部哦，还成立了工作室，什么事情都想管，你还让不让我们企业活喽？孙爱玲，你有什么困难，你晓得来找我们工作室，我们工作室帮你解决了吧？啊，现在好了，你在嘲笑我们，我就问你，你这个停不停？停，不可能。那好，孙老板，你听好了，这个你不停，我就让你全停。走了，当心当心，走，全停。哎呦，呵，吓唬谁呀？慢点。喂，徐副镇长，我听齐阿姨说，咱们镇的消防检查整改工作停止了，这是真的吗？就这件事啊，我找郑镇长沟通过，要完成今年的 GDP 任务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如果不抓紧，那全镇的业绩就会往下掉，年初制定的目标呢也不会完成了。所以啊，要排除一切人为的干扰因素，集中精力抓产值。啊，那我明白了。你在那边也挺好的吧？我挺好的，这边课程马上结束了，那我们回去见了。那再见。好嘞，拜拜。
欢迎曲副镇长培训回来。下面有件事儿向大家汇报一下。织女镇上半年的经济报表，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。相比较去年，下滑了16.8%。可以预见，就目前形势来看，今年的收益不容乐观。就目前这种困难状况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徐康同志，你是负责童装生产和项目开发的，请你先谈一下吧。上半年出现的问题原因很多，仿牌制造的取缔，导致整个童装产业链处于了停滞的状态，这是阶段性调整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余波。还有，在消防检查过程中，通知部分工厂停工整改，这也确实影响到了企业的接单。无论是取缔这个仿牌童装的问题，还是消防设施的整改问题，这些都是必要的整改措施。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把今年 GDP 数据完不成的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给否定了吧？我们大家倒过来想一想啊，无论是消防治理还是取缔仿牌童装，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让织女镇的童装发展更安全、更顺畅吗？怎么到头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？我请诸位回去翻一翻往年的这些业绩报表。织女镇的 GDP 总产值连续3年占据全区5镇之首。难道大家真的忍心看见今年的 GDP 数据往下滑吗？我觉得消防整治的难关过了，这个生产就更安全了，这商户对织女镇的信任度也提高了，接单就更容易了。其实只要我们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，我相信织女镇 GDP 还是能达标的。整改已经进行，我建议不要半途而废。灭火器换过吧？灭火器刚换过。三令5申啊！你觉着楼道里好堆成这样吗？这马上搬，马上处理。全部清空。为什么日期不一样？你懂的哦。你们这些老板啊，通通没有安全意识。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楼下是工厂，楼上是不好住人的。你这就是3合1嘛。限期搬走。曲副镇长，你看看，自从上回那么一停工，再加上孙阿林挖我的人，你看我这儿，别说火灾了，连个暑灾都没有，哪还有人气儿？你现在趁着这个整顿呢，可以把厂里的废料整理整理，然后把老化的电线换一换，那些设备啊检修检修。我听说您原来当运动员的时候把腰给闪着，现在肯定好。您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更换设备，维修电线，有钱吗？没有资金呢。老板，我要辞职，下星期回老家，工资能结一下吗？人可以走，工资得等等。怎么工资还能欠的？我下午去医院卖了血啊，把钱给你。老板，您这该干嘛干嘛，别起哄。曹老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的厂子真出了大事，你身上的血够卖吗？楚儿，下班了一起宵夜吧？今天不行啊。为什么呀？哦呦，那是吃不成了啊！我不打扰你们了啊，先走了。没报备别喝酒啊。知道。
啊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路过啊。哎呀，你也是给淑儿送吃的来了？给你了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那这怎么能说是好吃呢？简直是太好吃了。虽然我爸嘴那么刁的人，就你的手艺都赞不绝口。那如果让你吃一辈子，你愿意吗？愿意啊，当然愿意了。真的？那咱们可说好了，你不许耍赖啊！好。米线有点干，下面有汤，你记得把汤给喝了。好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你慢慢吃，筷子我留这儿了。你这就走了？我先走了，你慢慢吃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吃吧，我走了啊。你能别跟着我了吗？夏秋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哪要你管啊！你再跟着我，我报警了。报警？那你报我吧。哎，夏秋，你要走到哪儿去啊？大武，你就别想着再安慰我了。我普大武安慰人还是本着说真话的原则的。还有一个事儿，我早就想说了，趁着今天都说了吧。你说吧。有人对你爱慕已久，托我做媒呢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做媒？我夏秋的婚姻我做主。不是你都不问一下这个人是谁，你就拒绝啊？我管他谁呢？我普大武。大武，你觉得你说这些话开玩笑就能达到安慰我的目的吗？我没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喜欢你。夏秋，我是认真的，我喜欢你。把手给我。
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各位好，这里是正阳广播。织女镇的环境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维护。我们镇上万家童装厂，每天产生的垃圾非常多。由于环卫工人有限，不能及时清理全部垃圾，所以需要商户自觉垃圾分类。夏老师啊，这个播出去能有用吗？我喜欢。爸，我跟你说啊，织女镇的环境问题，可不是读1-2篇稿子就能解决的。现在正是生产旺季，各个童装厂都在忙着完成订单，谁有功夫配合你啊？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说你爸爸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哎，水珍，今天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也不想这么早回来呀，但是集市太乱，味道太大了，实在待不下去。卫生确实让人头疼，我得给小何反映。我们织女镇呢，各企业一般都是自扫门前雪，但是每年到了旺季，这门前雪都不扫了，镇容镇貌也随之变成这个样子。在这块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有13000多家童装企业，40万人在专门从事童装生产。那么清洁工人，你们知道有多少吗？全镇清洁工加起来不到30人。清洁工作是一个镇综合素质考量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我记得我退役回到家乡那一天，刚进镇，吹到脸上的不是清风，而是垃圾袋。我调查过，有一些中小商贩呢，他们的收入是在4000块钱左右，那环卫工月收入也差不多是这个价钱，而且还替他们买五险一金。那如果让商贩中的一部分人转行，那不仅满足了环卫口的需要，也缓解了这个摊位的压力。你们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吗？我们织女镇脏乱差的现象确实该好好治理了，让一部分商户变成环卫工人，我觉得这个创意提得好，我赞同。我也觉得这种方法可以试一试。我在建议是不是联系一下奇美丽工作室，来配合小何一同把这个工作给搞起来。好，如果大家的意见统一的话，那我就照办了。好。今天的正阳广播啊，老夏要播出一则招聘广告，招的是我们织女镇现如今最需要的环卫工人。各位，我们织女镇需要环卫清洁工，只要是60岁以下的都可以报名应聘。不仅工资待遇好，还会给大家买五险一金，保证劳动者的权益。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！这是干什么？招工啊？我们连服装厂都不愿意去，谁愿意出来扫大街呀？还要看人别人脸。这个老伯啊，你的话讲的不对啊！扫大街怎么会是看别人脸色呢？扫地嘛是看在地上的呀，对吧？我都一把年纪的人了，出来扫大街，我儿子也不能同意。这是让村里知道，还不得笑话我们家连脸都不要了？这扫马路是一份工作，对，跟穷与富没有关系，更不用看别人的脸色。再说了，这个清洁工的收入不比摆摊差呀，真的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的。就是啊，谁报名？谁愿意出来扫大街呀？许副镇长，要是让你老妈出来扫大街，她能愿意吗？我愿意呀！哎，你就看啊，他妈来了，他同意。这工作清清白白的啊，分什么贵贱呢？你真是的，我们出来摆摊是不愿意闲着。哎，现在还有工资拿，我愿意。妈，我支持你。我也愿意，我报个名，还有工资呢。对对对，啊，你们不愿意啊？不愿意的，来，把表还回来。谁愿意的拿？我报。来，你给我填表呀！我不认识字，你们俩还有谁呀？大家都说织女镇遍地是黄金，遍地也都是垃圾。黄金不怕多，可垃圾怕多呀。要把环境搞好，依靠大家自觉维护。
二靠环卫工人辛勤的劳动啊。小陈，小陈，可以了。哎呀！行啊，还能报名吗？可以啊，你要报名啊？我报名。来，把地址、电话、家庭住址写清楚啊！来，我们会打电话通知的啊！来，阿姨，来，这个写清楚啊！你们自己带着笔吗？有没有带笔的？字写清楚。还要不要啊？要不要啊？啊，对。好，随便写。好了。好，给。都装完了吗？董事长，会装车完毕，出发。好。企业总算是复苏了，妈。这么看来的话，到了年底啊，我们那银行贷款的那个重担就彻底卸下来了，也没有辜负严氏集团融资的决定。那你觉得这次复苏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生产设备先进呢，然后又有一批那个自主的品牌，还有那个熟练员工也多，那生意好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。天真。你以为整个织女镇童装产业王国的名号是哪来的？啊，是我们万城集团一家独大换来的？哎，不是的，那是我们整个织女镇所有童装企业共同团结努力的结果。现在那些中小企业因为消防整治停工了、停产了，所以单子都到我们这儿来了，才有我们今天的景象。要记住，万城现在的竞争力不是在于设备和人员，而是在于我们管理细节上的提升。哎呀妈，不管怎么说，是吧？现在企业它就是活过来了，而且我们活出了精气神儿。哎，那你说，要是把我们整个织女镇比喻成一座大森林，那我们万城在这森林里边像什么？老虎。那些中小企业呢？中小企业那就是狼呗。错，狼群。狼和狼群是不一样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妈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这个狼群会把老虎吃掉？弱小动物当它们团结起来，拧成一股绳的时候，它们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哎，我算看出来喽，照这样下去，简直是没法活喽。哎，走，哎，走。哎，老曹，哎，来，哎，喝一口。哎，当年一起打下的天下，就不要有隔夜草了嘛。想当初老曹结婚凑不起钱盖房子，都是老孙一个人扛下来的。老孙呢，你想想当初你发家的第一笔是谁帮你搭的桥啊？啊，来，干一杯，都过去了啊。是啊，你说你们两个生闷气，工价一涨再涨，卖价一降再降，织女镇的所有童装厂都做陪绑，这谁受得了啊？按照你们这个说法，好像织女镇搞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是我跟老孙吵架吵出来的，啊？哎，老曹说的对啊，织女镇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跟我们两个不搭嘎的。就是嘛，你们要搞清楚是谁停了我们的工，哎，是谁拖了我们的后腿，还不是那个运动员那个副镇长吗？对了，哎，整个织女镇的单子都跑到她婆家那里去了，你们还在这搞什么劝和酒？你说我跟曹总要是和，还用劝吗？
我们俩随便都能喝。哦，孙老板这个话呀，才把这个事情说到点儿上了。嘿，听到没有？哎，你说当年我们这几个小老板，哪个不是靠着2、3台缝纫机，几个工人还都是亲戚，连个会计出纳都没有，还是我们的合着伙的请一个，谁看得起我们？不叫我们厂子啊，都叫我们作坊。但是我们这些小作坊现在就得联合起来，我就让他们见识见识，让他们瞧一瞧我们的小厂房、小作坊有多么大的力量。对，说得好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退单？我们都已经订好了面料和辅料了，你现在说退，不太好吧？行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妈，你说也真是奇了怪了啊！之前啊，大家都哭着喊着找我们下单，现在这一个接一个来退，也不知道这些经销商是怎么想的。这事儿确实有点蹊跷。老板，你看，买10双啊，送5双连衣裙。你看看我这裙子，绝对不起球也不掉色，还不缩水。你看看这质量。哎，王大老师，店长您好，回馈老客户，穿着轻轻大送礼了。啊，我看看，只要买5就送了啊！对，你忙。店长您慢走啊！大甩卖啊，你看看啊。你看看，质量特好，只要买5就送，这还可以。你要是拿我这一手裙子，我送你5条连裤袜，这样总该可以了吧？便宜点。这真的没法便宜了，这一手就是5件了，送你5条连裤袜。哎，你要拿我那裤子，我送你5条。这么算下来，是比万城要划算。肯定比这划算的。那我们在这里定了啊。我做了一个市场调查，现在呀，有好几条街的童装老板正在联合起来。好，谢谢。抱团取暖？不是抱团取暖，是火中取栗。我们万城啊，是从童装城的一家小作坊起家，所以我们从来不敢小看小作坊。现在这些小作坊都已经成了像模像样的童装厂了，汇成一起就是一只大凤凰啊，随时能够一飞冲天的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万城做大了有什么了不得了，我们要把姿态放低，好好的向人家学习经营之道。刘董的意思我听出来了，您是说小老板们可以联手搞促销宣传，争取市场份额，我们万城也不能落到后。没错，我们呐需要的就是他们火中取栗的精神。他们现在能搞礼品促销，看看我们万城能搞什么呢？比如说，能不能搞形象促销呢？我们万城掘到的第1桶金啊，是从他爸爸老万在北京的大商场一个柜台一个柜台推销出来了。现在方便了，有互联网，有电商，对吧？平台那么多，那么好，那我们推销的手段要跟上去啊。要是经营的好，推广的不光是万城，关键是还能提高我们的知名度。我同意董事长刚才说的啊，咱们这个万城啊，确确实实形象宣传做的不太够，应该好好的把自己包装一下。现在啊，这些礼品促销什么的都已经是老套路了。我们要做的是形象代言。形象代言？哎，这主意好啊！请个大明星来，而且是有流量的那种，那我们的万城不是档次一下提高了好多吗？请明星代言说起来容易，但真正挑选起来并不简单。我认为找形象代言人，他必须是形象阳光、健康，有公众知名度，
最好是能跟我们织女镇有一些切实的联系，这才是一个最理想的代言人。董事长，你说呢？说得非常好。这个代言人呐，我心里早就有了，而且是现成的。小何，让小何来代言，怎么了？不合适啊？小何是全国游泳冠军，又是织女镇的副镇长，还做出了业绩，形象阳光正面，又是咱们土生土长的织女镇的人，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怎么会合适呢？小何在政府部门工作，不可以参加商业活动，这是有规定的。就算没有这个规定，以他的身份给我们万城一家做代言，这可能吗？他不会答应的。哎呀，那就没有办法啦。当然没有办法。要是他不当这个副镇长呢？所以呀，妈妈要你去劝劝小何，早点卸任，不要当这个副镇长了，到我们万城来，进入我们万城的董事会。妈，您说这话是认真的吗100%认真。妈，小何是我妻子，我了解她，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，她不会同意的。那可不一定。明天他来这儿吃饭的时候，我好好跟他聊聊。我觉得这小何啊是个人才，万城需要他。我认为佳明说的话有道理。孙老板，生意场上呢，那是要相互照顾的。之前呢，你吃不饱，求着我让我分担子给你，我也给了。现在倒好啊，你们整条街的作坊老板合起来，什么做袜子的给做裤子的送赠品，做裤子的呢给做上衣的送赠品，联合起来砸本来抢我们万城的生意，也太不讲规矩了吧？你忘了之前我是怎么照顾你们快乐童装的吗？哎呀，陆总啊，要我看，忘记过去的应该是你吧？是，在这之前呢，你是把万城的单子全部分给了我，但是您不要忘记了，那同时您也收了我的20万回扣啊！什么？20万？那不叫回扣，那叫介绍费。是，你这么说呢，更冠冕堂皇一些啊。甭管怎么说，你拿到了20万，我孙阿林并没有延期交货，我们做的是正当生意，钱货两清了，所以我并没有欠你什么。还是拜托你，今后不要再来麻烦我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你等着，后会有期。希望你以后不要来求我。真是应了那句话呀，这人怕逼，马怕骑。现在这里好多童装小企业，这回看来真的是急了。在童装城，他们联手搞了个促销送礼大酬宾，完全就是一副放手一搏、不惜血本的姿态。都是冲着万城去的吧？这我就明摆着了。小徐啊，说实话，我这个镇长还真不是看重万城这一家的产值，我看重的是全镇千家万户小企业的产值啊。哦，对了，小何还在查消防？对，看他这个状态，不会停下来。而且曲小河跟我说，这个消防治理工作呀，如果停下来，会造成时整时改、朝令夕改，导致我们政府部门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也会丧失。小徐啊，你们别总盯着消防，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，能够让他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政府，才是好政府，是吧？
啊，你呀，去找小何镇长谈一次。这次这么多的小企业搞礼品促销活动，而且规模很大，就是做给他看。这就说明恶性竞争已经抬头了。再这么搞下去的话，今年的 GDP 目标和财政收入肯定是完不成的。你一定要告诉他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行，那我找曲副镇长好好谈谈。小徐，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的工作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。行，那镇长呢？那我先去忙了。行，去吧。我年轻时候啊，每次听到人家夸我，就特别高兴，特别有成就感。哎，年轻时候你妈妈我可是个工作狂啊。小何啊，我听佳敏说你也是个工作狂。他绝对是，我盖章认证的。我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，我呢，因为经验实在太少了，人家花1个小时完成的事情，我得花上几个小时。年轻人吧，对工作有热情，肯吃苦是件好事儿。不过呢，小何啊，你也要想想，你的工作是不是得到了人家的认可？据我所知，你的工作非但没得到认可，还遭了不少白眼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小何啊，你牵头调查的对三合一厂房的消防整治这件事情啊，实际上是动了直女镇30多年来约定俗成的赚钱模式的这块大蛋糕了。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你了，你应该感觉得到的。就连我们万城也波及到了，他们要联合起来和我们搞竞争。我在想，你想为织女镇工作，那方式有多种多样的。你有没有想过进到万城集团的董事会来，甚至于给我们自己企业做形象代言啊？通过对我们万城的宣传推广，把整个织女镇的童装产业推向国际，推向世界。妈讲的太对了，真的。小何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郑镇长郑良器有一个外号叫郑大胆，你知道为什么叫郑大胆吗？就这人胆子特别大，什么都敢动，但是唯一不敢动的就是那个三合一厂房那个童装小厂，他怕引火烧身。我劝你啊，你也不要引火烧身，现在退出，加入到我们万城集团这个大家庭。这小何的事业，我觉得还是该由他自己来决定。但是我想说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全力支持。还有，我妈还有我哥他们的意见，仅供参考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呐，一贯就是个倒浆糊，立场一点都不鲜明。今天你们能够跟我说这一番话，我特别的开心。万城目前的营销模式呢，佳明已经跟我说过了。那代言人这个事情，我也会跟大家留意一下。至于我进不进万城的事情，我还是再考虑一下吧。既然小何不太愿意，那我们还是从长什么来着？从长计议啊，对，从长计议吧。实在是抱歉，你上次赶工的钱现在才给你结清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看，一般的老板啊，都喜欢把钱转到你的手机上，我就不喜欢这样。你看，只有把一沓一沓的钞票放在手里边，然后这么一数，啪啪啪啪，嘿，那才有幸福感和满足感啊，是不是嘛？哎，我问你啊，这个银子它为什么是白的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他想告诉他的主人，只有手里边拿着白花花的银子，才会感觉人生没有白白的辛苦。
哦，是吗？我都好久没数钱了，谢谢孙老板。哦，孙老板，这以后要是还有赶工的活，您可千万记得叫上我，我不怕累，就怕您啊这活不够多。哎，好的呀，好的呀。不如你考虑考虑，直接来我们厂得了。也行，那我明天就跟曹老板打个招呼。好。哎呀，你看我们这里吧，你看虽然是活多，也有活多的麻烦。哎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来我这里，把你随身的物品，像什么毛毯呐、牙刷呀、牙缸啊、毛巾呐，全部都带好。可是，不是说这里不让留宿吗？万一查到了要停工的。是啊，哎，我们不能叫绝对的在这留宿啊。你看，你来我这里，楼上楼下多方便呐！你是计件收钱嘛，多一件多一份呐，所以就要求你呢，上楼下楼的时候尽量不要开灯，拿这个手机当手电筒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这还犹豫啥呀？我们家老孙说了，你在外边租的房子也不便宜。再说了，在我们这儿工作还有房屋补贴，这眼下旺季就要收尾了，多干点活，多挣点钱，春节了要不把家里的房子给盖了，不是？那行，好。香蛮香的，有点苦。爸妈，史珍阿姨来了。怎么了？这是这么严肃？开会呢？就是，我们就是在开会，而且在开审讯会。别听你妈的，她在跟你开玩笑呢。我没开玩笑。淑儿，在咱们楼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不管是谁找了对象，都要在全楼宅说一声，要通报一声。人家小何和佳明也是到处都说得清清楚楚的。你们两个的事情，跟我们讲过吗？这不是没来得及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今天啊可是腾出了一晚上的时间，哎，就是等着你说这个你找对象的事儿。把白我叫出来吧。哦，就在这叫。白偶，哎，大点声，这还警察呢。白偶，白偶，哎，什么呀？白欧，你和我们家舒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办？都知道了，说吧。齐阿姨，王师傅，我跟舒文在谈恋爱，之前没跟你们说，是我们的不对，我们在这儿给你们赔个不是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明天我休息，我给大家做一桌我的家乡菜，怎么样？大家一起热闹热闹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白哦，来抱抱抱抱，抱抱。白哦，我刚才我是在演戏，教训我儿子。齐阿姨，你吓死我了。白欧，舒文既然跟你谈恋爱，那就必须对你负责，必须大声的说出来，让全部人都知道，这样也好监督他怎么对你嘛。我是你的主心骨，他要是对你不好，你告诉我，我给你做主。妈，我是你亲生的吗？我就喜欢白欧。谢谢您，谢谢齐阿姨。但是您放心，舒文他对我真的很好。好，那就好。这叫得成比目何辞死啊！
啊，树儿，这个愿做鸳鸯啊，无羡仙呐、哈哈哈哈！老爸，啊。你见到宋书记了？见过了。昨天你给我打电话说要去见宋书记，本来啊，我还以为是宋书记找你去了解情况，没想到是你主动找宋书记汇报情况。我找宋书记的事情，也跟林化宇书记汇报过了，也得到了他的同意。下级去见上级领导，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是动机。我的话你明白吧？我的动机特别简单，对于消防整改的必要性，应该向宋书记汇报一下，求得市委市政府的支持。我们打的报告他也仔细研究过，说一直想找我了解一下具体情况，所以我知道他在区里考察，我就去见他了。宋书记怎么说啊？他说这一两天组织一个调研组到我们镇的童装企业进行考察，所以我特意向您汇报一下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也要找宋书记沟通一下。那我先走了。沟通一下，确实需要沟通一下。这次接待宋书记和调研组的工作要非常重视，因为这关系到咱们织女镇整改的问题。我们不光要谈成绩，还要把短板和困惑都拿到桌面上来，好好的配合。尽量客观公正吧。我觉得要向领导强调一点，就是织女镇的这些，比方说3合1的厂房啊、消防设施啊，它是有历史成因的，以及我们现在面临整改的困难，都向领导汇报。对，还是那句话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哎，曲副镇长呢？小何同志又去检查消防去了，所以徐副镇长就没有通知他。来了。宋书记，欢迎欢迎。你好，宋书记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，辛苦啊，你好，里边请吧。好，来，请你请。大家好。这边宋书记。哎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欢迎您来检查呀，请。好。这个是在建的童装厂。这就是我们的支柱产业。好啊。书记，就是刚才说的，你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宋书记，省里有一个消防的汇报工作会，需要我参加一下，这边的陪同工作我就不能参与了，非常遗憾。这个会我知道，非常的重要，你就放心去吧，有郑站长他们在呢，没问题的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我先过去。我们这个员工宿舍是完全和厂区隔离开的，每一间呢都有独立的消防设备，而且绝对不允许使用明火。宋书记，您看哪间都可以，您决定。哎，小王，开这间。行。
平时员工种的菜什么的。宋师姐，像万城这样的职工宿舍，很多童装厂都不达标的，这也就是需要整改的地方。一会儿我带调研组的同志去其他地方看看。郑镇长，你带我到织女镇最大最好的民营企业来参观，意义不大吧？依照曲副镇长反映的情况，织女镇3合1厂房的问题非常严重。徐副镇长，哎，宋书记，您有什么指示？你带路，带调研组去3合1厂房。好的。我们这里真的没有人在这里过夜。宋书记，徐副镇长，宋书记你好。宋书记，我是齐美丽。你好，你好，宋书记，这就是我们这里的3合1厂房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宋书记，我相信你们调研组已经看到了织女镇经济繁华背后的另外一面。仅仅云街社区就有1500多家3合1企业。尽管织女镇一年有750亿的产值，但是3合1企业在全镇有1万多家。织女镇现在是坐在了火山口上，而且这火山口还冒着烟。这几天呀，实地考察下来，在座的这几位呢，带我们调研组参观了几十家3合1厂房的企业，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，看到了这个触目惊心的大火山口。今天我在这儿啊，不想说表扬谁的话，但是我一定要批评你郑镇长。你第一次带调研组去考察的地方，不是带有巨大火灾隐患的3合1厂房，而是这个各项消防措施都十分到位的万城集团。你是想表功啊，还是想掩盖啊？郑良奇同志，我说严重一些，你这么做呀，等于是把这个火山口给盖了起来。宋书记，我接受你的批评。郑镇长，听宋书记把话说完吧。情况呢，基本上都了解了，消防整改迫在眉睫，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都可以畅所欲言。林书记，织女镇产业规划这一块你是牵头人，你先说说吧。好，在消防整改的工作中呢，我们先期也做了一些工作，比如说给隐患企业下发了整改通知书，要求他们把厂房和员工的宿舍分离开来。那么配套的消防措施呢，我们也在落实跟进。由曲副镇长和消防支队的相关领导负责，带领党政机关的人员同社区的人员分片的落实检查。前期呢，也收到了一些效果。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，我们织女镇啊，3合1厂房问题真的是积重难返，很难从根子上消除掉。所以你看，这次考察，所有的问题都暴露了出来。下一步该怎么做，真的需要大家来群策群力才好。许副镇长，你的意见呢？我的意见就是想问问大家，有没有勇气改建3合1厂房？首先，
我再一次表态，完全接受宋书记的批评。我也想说3点。第一，火山要爆发是盖不住的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应该人人都知道。可为什么我老郑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好像有些糊涂？其实我并不是想盖住火山，我只是担心那座火山口明明它没有爆发，而是因为一次次小的地震反而促使了它的爆发。现在看来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第二，做了10几年的镇长，我是看着织女镇一年比一年富，一家家小企业变成了一个个五脏俱全的好企业，我这心里真是感到高兴。我对织女镇是有情感的，大家也都知道。正是因为有情感，可能有些问题上我就一口闷了。第三呢，我完全同意小何镇长的意见，3合1厂房必须展开整改。但是怎么整改呢？这可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问题。停产，那叫关乎到这些企业的生存，关乎到外来务工人员1年的生计，这是个辩证的问题。一旦我们处理不好，也会引起大麻烦的。不改，我们是坐在火山口上；但是改，我们也可能就是坐在火药桶上。一旦引爆，整个织女镇的童装企业就会被炸得灰飞烟灭。老夏，老夏，老夏，来，你看，来，你来看，来，你说我这个书船航行图啊，我这画了一半就画不下去了。你看，我还真是遇到困难了。你也是画过图的，来，帮我指点一下。你看啊，不是，你看这儿。他这个哈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看不了这图纸，我一看图纸，我血压就高，我心里就哆嗦。对不住，老夏，老夏，你这真是对不住了，我真是对不住了。这是早前和专家团队共同商讨设计的几个方案，以供选择。这些方案都是各有利弊的，重点都在于把生活区和工作区完全隔离开，以确保人身的安全。您看看哪个方案合适，我们再详细讨论。林书记，我想问一下，所有的这些方案，哪个最省钱？最省钱的就是把3合1建筑的童装企业停掉，改建住宿楼。最花钱的就是像万城集团那样，建立一个独立的员工公寓。织女镇有13000多家3合1企业要改造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如果全部停工，那要损失多少钱？如果都像万城那样另起炉灶建造独立公寓，政府又能承担多少个亿的投入？林书记，3合1企业的危害，我不是不知道，是不敢动。万家企业集体停工，织女镇的童装，那就真的完了。但是全国的童装销售渠道它不会变，经销商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找到新的生产企业，不用时间长，只要一个短短的旺季，
织女镇的童装线就会全部停下来。想要东山再起，谈何容易？郑镇长，你的顾虑很有道理。治理的前提，确保治理，保证生产，这两头一个都不能掉。治理我同意，停工我反对。我郑大胆会大着胆子接受上级领导的批评和教育，但有些问题我会咬住不放的。我也会坚持原则的。万露啊，你和大家说说，怎么说是找到了万城的代言人，怎么不见代言人呢？快给我们揭晓啊！哎呦，你看看这还真不错，好啊！看这好，真是有神韵。真的是呢，是这个谁？露露，你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你的设计理念吧。好，这个呢是我画的。奶奶不是说过吗？万城的代言人呢，必须要具备2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呢，就是要具有公众影响力；第2个条件呢，是要和织女镇紧密相连。一个明星的影响力再大，也不如那些务工人员、环卫工人、渔民、搬运工这些维系小镇生存命脉的百姓影响力要大。正是每一个平凡的人，造就了不平凡的织女镇，也造就了万城。所以，能为万城代言的是整个织女镇的居民。叔叔，你说的太好了，跟爸爸说说，这个是不是你跟安乐2个人的创意啊？这不是我们想到的，是曲副镇长提的建议。哎，露露，你的这个创意真是太好了，牛董，那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来，一起合个影，来合个影，来。